第一课，做出深思熟虑的选择。我同意，我们都想做出最适合自己的选择。当然，谨慎做决定很重要。您认为我们应该考虑哪些因素？首先，我们应该评估我们的价值观和优先事项。这真是个不错的起点。你人生中最看重的是什么？我重视个人成长和有意义的人际关系。这些都很重要。我认为冒险和学习对我来说至关重要。冒险无疑会为生活增添乐趣。你是如何将冒险融入生活的呢？我尽可能多地旅行，这能开阔我的眼界。旅行能让人大开眼界。你最喜欢的旅行目的地是哪里？我非常喜欢日本之旅，那里的文化和美食都令人惊叹。日本太迷人了，我真希望有一天能去体验一下。你应该去，这将是一段充满精彩体验的旅程。说到经历，我们如何确保自己的选择与目标一致？我认为设定明确的目标至关重要，它能指明方向。没错，目标能帮助我们保持专注和动力。向他人寻求建议怎么样？这有用吗？确实如此，汇集不同的观点往往有助于做出更好的决策。我同意，但是我们也必须相信自己的直觉。在决策过程中，信任自己至关重要。那么，我们应该经常反思自己的选择吗？没错，定期反思能帮助我们调整前进的方向。这次谈话让我受益匪浅，谢谢。第二课，等待朋友。抱歉，我不知道他在哪里。你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吗？我想他应该30分钟后就能回来。等待时间不算太长，希望他平安无事。是的，我也希望如此。他有时会忘记时间。听起来很耳熟，我认识几个这样的人。这可能很有趣，但也可能令人沮丧。真的吗？你有没有给他发短信问候一下？我已经联系过他了，但他还没有回复。或许他被堵在路上了。这并非不可能。伦敦的交通状况难以预测。是的，确实会。我记得有一次被困了1个多小时。真是太糟糕了。等待会考验任何人的耐心。当然，你通常在等待的时候做什么？我喜欢看书或者刷手机，这样可以打发时间。好主意。我通常喜欢观察人。观察来来往往的人，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。你会看到很多有趣的人。没错，今天我已经看到一个戴着亮粉色帽子的男人了。
听起来真棒，我很想看看。如果他再次经过，我会拍张照片。请务必这样做，说不定以后会成为一个很棒的故事。是的，如果我有机会，我会问问他关于帽子的事。那一定很有趣，帽子背后往往都有着引人入胜的故事。确实，我很好奇他的故事。我们趁这段时间留意一下他的动向。第3课，策划主题晚宴。真是个好主意，也许墨西哥主题会很完美。我喜欢这个主意，墨西哥卷饼和鳄梨酱肯定会大受欢迎。当然可以。现在想想我们应该邀请多少位客人？我认为邀请8个人左右会营造出温馨的氛围。听起来很棒，既能促进交流，又能增添乐趣。好的，我们可以设置一个墨西哥卷饼自助餐台，让大家自己定制餐点。真是个绝妙的主意，它为晚餐增添了互动元素。此外，我们还可以加入一些传统的墨西哥饮品，比如墨西哥米浆饮料 horchata。我仿佛都能尝到它的味道了。我们也应该准备一些节日装饰品。没错，色彩鲜艳的桌布和剪纸会营造出充满活力的氛围。当然，我们也不能忘记音乐。一些欢快的墨西哥流浪乐队，曲调会烘托气氛。没错，音乐总能提升用餐体验。我们是否也应该考虑安排一些晚餐后的娱乐活动？好主意，或许玩玩墨西哥彩票游戏会很有趣。那太好了，这样大家都能参与进来，增添不少乐趣。光是想想就让我兴奋不已。我也是，这次晚宴一定会令人难忘。让我们列出所需的食材和装饰品清单。好的，我会负责购物清单。我会负责装饰和音乐播放列表。太好了，我们一起定能创造一个难忘的夜晚。第4课，活动准备。这次活动一定会很棒，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？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。我认为我们需要一份清单，以确保我们不会遗漏任何内容。列清单听起来不错，我们应该首先列出哪些项目呢？我们应该先从场地布置开始，场地需要给人以吸引力。没错，灯光和装饰可以营造温馨的氛围。当然可以。那座位安排呢？我们应该确保有足够的座位供所有人使用。说得对，这对于客人的舒适度至关重要。我们是否也应该考虑提供茶点？没错，提供零食和饮料可以让每个人都保持精力充沛。我可以帮忙，我有一些很棒的手指食物创意。太棒了，小吃在各种活动中总是很受欢迎。
当天的日程安排是什么？我们需要把活动安排好，让每个人都知道会发生什么。我会拟定一个简单的议程，这样可以使事情更有条理。太好了，我们希望一切顺利进行。我们是否应该为可能出现的挑战做好准备？没错，为应对意外情况制定备用方案是明智之举。没错，在活动期间，灵活应变至关重要。没错，我们还要确保有供应商的联系方式。好主意，沟通是协调的关键。有了你的帮助，我对这次活动更有信心了。谢谢，我们一定能共同创造一段难忘的经历。第5课，定制你的作品。听起来不错，我该怎么做呢？您可以定制马克杯、T 恤，甚至手提袋。真的吗？我不知道定制功能竟然如此丰富。是的，有很多选择。你觉得什么样的图案会成为很棒的马克杯设计？或许一句幽默的语录或一张个人照片就非常合适。我喜欢这个主意，一句幽默的语录能让任何人心情愉悦。没错，这增添了一份个人特色，让它显得格外特别。T 恤怎么样？你有什么设计建议吗？你可以使用鲜艳的色彩和醒目的图案。听起来很棒，我很想穿一些独一无二的衣服。谁不喜欢衣服上能引发话题的装饰呢？没错，这可以引发有趣的讨论。手提袋很实用，而且还可以定制。你会把什么图案印在手提袋上？我可能会选择一种提倡可持续发展或友善的设计。真是个好主意，这会传递积极的信息。没错，而且它还能鼓励其他人思考自己的选择。你们有专门用于定制这些物品的工具吗？是的，您可以使用织物颜料、热转印乙烯基材料，甚至数码印刷。听起来可行，我或许可以试试其中的一些方法。你应该试试，自己动手创造东西会很有成就感。我迫不及待的想开始设计了。我应该先设计什么呢？或许可以先从马克杯开始，因为它简单又有趣。好建议，我会尽情发挥我的创造力。第6课，经验不足的船员。令人惊讶的是，许多海军船员主要由缺乏经验的年轻人组成。是的，这很令人惊讶。他们在被派出去之前几乎没有接受过任何训练。没错，这常常导致任务执行过程中出现挑战。聘用经验不足的船员会造成哪些后果？当时船上经常出现混乱和缺乏领导的情况。
这肯定会在关键时刻造成困难。确实如此，由于船上没有士兵或海军陆战队员的位置，这些年轻人不得不迅速适应。他们是如何应对如此巨大压力的？许多人依靠直觉，并向更有经验的水手学习。真有意思。他们在海上接受过训练吗？有些人确实学到了，但通常只是略懂皮毛，他们只能在工作中学习。听起来风险很大，有没有发生什么值得注意的事件？是的，曾发生过几起舰船未做好战斗准备的情况。对那些年轻人来说，那一定非常可怕。的确如此，他们面临着巨大的压力，而资源却十分有限。这段经历如何影响了他们战后的未来？许多人带着宝贵的技能回到家乡，但也留下了深深的伤痕。他提醒人们战争的代价，尤其是对年轻人而言。没错，他们的故事值得被铭记和颂扬。我同意，历史能教会我们很多关于韧性和成长的道理。那么，你认为我们可以从他们的经历中学到什么？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准备的重要性以及导师的价值。当然，这些经验教训永不过时，即使在今天也依然适用。第7课，拥抱自然。这里有很多漂亮的选择。听起来真棒！我热爱大自然，这里简直太完美了。当然，鲜艳的花朵和清新的空气令人精神焕发。是的，你有没有特别喜欢的自然景点？我喜欢在山里徒步旅行，那里的景色令人叹为观止。徒步旅行太棒了，我喜欢它带来的冒险感。没错，登顶确实有一种神奇的魔力。我同意。野餐怎么样？那也是享受大自然的另一种绝妙方式。没错，在公园里野餐真是太放松了。我们应该尽快安排一次野餐。你会带些什么呢？我会带上三明治、水果和清凉饮料。听起来真好吃。我会带些零食和甜点。太棒了！一份甜点可以让任何一次野餐都变得特别。我们还可以带条毯子来做。没错，享受户外活动时，舒适至关重要。那活动安排呢？我们应该带飞盘还是球？真是个好主意，这给我们的郊游增添了乐趣和活力。我太喜欢了！我们还可以拍照记录这些美好瞬间。当然，大自然提供了如此美丽的背景。光是想想就让我兴奋不已。我也是，我们得尽快安排这次郊游。第8课，探索烘焙区。当然，你也可以在烘焙区购买馅饼、蛋糕和饼干。没错，
光闻到这香味就足以让人食欲大增。我已经开始想象它的美味了。你最喜欢吃什么甜点？我超爱巧克力曲奇饼干，它们可是经典之作。确实经典。我更喜欢一块浓郁的巧克力蛋糕。听起来真不错。你试过自己烘焙吗？我去过，那真是一次冒险，但结果很值得。我敢肯定，烘焙既有趣又有成就感。是的，但我发现准确计量食材至关重要。没错，烘焙就像一场科学实验。没错，面粉放多了会毁了整个蛋糕。我曾经做过一个馅饼，结果彻底失败了。发生了什么？我忘了加糖，味道很淡。哦，不，那一定很令人失望。确实如此，但我学会了仔细检查配料。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经验。你最近尝试过什么新食谱吗？我最近尝试做了柠檬塔，味道很清爽。听起来真好吃。我喜欢柑橘类甜点。谢谢，下次我一定带一块给你。非常感谢。您还喜欢这家面包店的其他什么产品吗？我也很喜欢水果塔，它们色彩缤纷，非常诱人。没错，它们就像可以吃的艺术品。没错，每一片都讲述着一个美味的故事。那么，我们应该去烘焙区买些点心吗？第9课，夏威夷的火山。你知道，并非所有夏威夷群岛都有火山活动吗？是的，这太令人着迷了。然而，夏威夷群岛上仍然有2个活火山。没错，瓦胡岛和大岛拥有一些非凡的地质特征。夏威夷大岛以其火山而闻名，不是吗？是的，莫纳罗亚火山和基拉维厄火山是世界上最活跃的2座火山。它们对岛屿地貌的影响之大，令人难以置信。的确如此，熔岩流创造了新的陆地，并改变了海岸线。我听说基拉维厄火山已经持续喷发多年了。没错，这里提供了一个观察火山活动的独特机会。我想知道当地社区是如何适应生活在如此强大的自然力量附近的。他们一定非常坚韧，他们的文化与土地有着深厚的联系。是的，许多传统都颂扬火神佩莱的力量。神话与自然现象的交织方式非常有趣。没错，这有助于加深对这些岛屿的了解。你以前去过火山吗？我还没去过，但它在我的愿望清单上。我想亲眼看看熔岩流。
那将是一次难忘的经历。我只能想象夜空中闪耀的熔岩景象。景色太迷人了，我们一起计划一次旅行去探索吧。我太想去了，亲身了解火山肯定很棒。没错，这真是冒险与教育的完美结合。第10课，拥抱文化节庆。我认为我们应该尽量去看布拉格之春国际音乐节。听起来真是个好主意，这真是体验这座城市的绝佳方式。当然，这个音乐节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精彩表演。我很喜欢在如此优美的环境中欣赏古典音乐的想法。没错，届时将有才华横溢的音乐家们带来精彩的演出，气氛一定会非常热烈。旅行途中你还参加过其他节日吗？我去过，我曾经去新奥尔良参加过一个爵士音乐节，那真是太棒了。听起来真棒，爵士乐有着非常丰富的历史。确实如此，现场音乐的活力是无可比拟的。那么，你最期待布拉格艺术节上的哪些演出？我尤其期待管弦乐音乐会。那些演出总是精彩绝伦，声音响彻整个场馆。是的，音乐仿佛渗入你的骨髓。节日期间，我们是否也应该品尝一下当地美食呢？当然，品尝传统的捷克菜肴会丰富我们的体验。我迫不及待地想尝尝炖牛肉和 turtleneck。这些都是很棒的选择，我们也不能忘记当地的糕点。没错，甜点是任何节日都必不可少的。那么，这个节日什么时候开始呢？它通常从5月开始，持续数周。太好了，我们现在就应该开始制定日程安排了。是的，我们一定要确保不错过任何一场演出。这将是一次难忘的经历。第11课，了解酒店政策。请问，能否解释一下酒店的取消政策？是的，在最终确定预订之前，了解这一点很重要。听起来合情合理。如果我们在该时间范围内取消订单，会怎么样？我明白了，这很有用。请问有什么例外情况吗？对于价格较低的选择，不可退款的价格是合理的。没错，但是如果计划发生意外变化，可能会有风险。这是个明智的建议。如果要更改预定呢？这很有帮助。我们之后可能需要调整日期。没错，旅行计划中灵活变通至关重要。谢谢你提供的信息，这让计划安排变得容易多了。是的，确实如此。感谢您的帮助。第12课，审判。
经受磨难的理念非常引人入胜。没错，历史上确实存在好几种不同类型的审判。你遇到过哪些例子？其中一种常见类型是体能测试，例如搬运高温物体。听起来真痛苦。这种审判的目的是什么？人们认为他们可以判定一个人是否有罪。我想，这是一种寻求神灵干预审判的方式。没错，如果有人幸存下来，他们就被认为是无辜的。那是一种相当严苛的品格检验方法。是的，这引发了关于道德和正义的问题。你还发现其他类型的审判也很有意思吗？是的，有些文化会使用水刑，例如，如果有人沉入水中，就会被判定为无罪。真奇怪，漂浮感意味着内疚，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是如此。以今天的标准来看，这确实很不公平。你读过任何涉及动物试验的报道吗？我有，有些社会曾用动物来考验人的命运。真有意思，这是怎么做到的？他们会放出一只危险的动物，被告必须面对它。我简直无法想象，在这种审判中人们会有多么恐惧。是的，这说明人们对这些方法有多么信任。令人惊叹的是，正义是如何随着时间推移而演变的。当然，我们对公平的理解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。那么，我们可以从这些历史实践中学到什么呢？我们今天必须认识到公平审判和正当程序的重要性。是的，历史告诉我们，要努力在我们的制度中追求公正和仁慈。第13课：精明的超市购物。我同意，我每次去超市购物前都会列个购物清单。这真是个明智的做法，它有助于保持专注，避免冲动消费。没错，如果没有购物清单，我往往会买一些我并不真正需要的东西。我也是，有一次我回家买了3种奶酪，却没买面包。3种奶酪，这可是相当认真的奶酪爱好啊。确实如此，但我最后吃到了一顿非常油腻的晚餐。至少你的餐点有个主题。你的菜单上还有什么其他菜品？我通常会记下必需品，比如水果和蔬菜。好选择，新鲜蔬果对健康饮食至关重要。是的，我也会尽量准备一些零食，以备一周之需。明智之举，均衡的膳食和零食能保持充沛的精力。你在购物前也会查看是否有促销或折扣吗？当然，我喜欢淘到物美价廉的东西，感觉就像赢得了一场胜利。没错，购物时省钱总是令人愉悦的。你用过优惠券吗？它们非常有用。我有，
不过我必须记得检查它们的保质期。这一点非常重要，如果忘记使用优惠券，它们就失效了。它们还会导致我购买不需要的东西。没错，关键在于平衡和计划。那么，你是如何坚持预算的呢？我为每次购物设定了具体的金额，并尽量遵守这个金额。听起来很有道理，我也打算这么做。我们可以一起分享经验技巧，互相监督。第14课，选择完美的沙滩。听起来很棒，你推荐哪个海滩？我听说黑沙滩非常漂亮。我也听说了，这种独特的黑沙真令人着迷。是的，它是由火山活动形成的，这使它显得格外特别。我能想象到它与碧绿海水的对比有多么美。没错，这里是拍照的绝佳地点。你去过那里吗？我还没有，但它绝对是我最想做的事情。它绝对应该列入我们的名单。你们还在考虑哪些其他海滩？我也对去哈瑙马湾很感兴趣，那里以浮潜而闻名。听起来真棒！我喜欢和五彩缤纷的鱼儿一起游泳的想法。是的，探索珊瑚礁真是一种神奇的体验。这些海滩的交通便利程度如何？到达黑沙滩需要徒步一段路程，但绝对值得。我不介意来点小冒险，旅途本身往往能增添体验的乐趣。没错，而且哈瑙马湾还提供浮潜装备租赁服务。真方便，这样规划起来就容易多了。我们应该带野餐食物去海滩吗？是的，新鲜水果和三明治会很受欢迎。我们千万不能忘记涂防晒霜，我们可不想被晒伤。当然，保护皮肤至关重要。我对这次旅行感到无比兴奋。我也是，探索新的海滩将会是一次奇妙的冒险。第15课，大学生的暑期工作。许多学生上大学，但在暑假期间，大多数学生都会找暑期工打工。没错，的确如此。暑期工是积累经验的好方法。没错，你打算找什么样的暑期工？我正在考虑去当地书店工作，听起来挺有意思的。听起来真不错。你每天都会被书包围着。是的，而且我还可以帮助顾客找到他们下一本喜欢读的书。你觉得工作之余会有时间阅读吗？但愿如此，我希望能利用假期偷偷读几章。那真是个好主意。你以前在零售业工作过吗？
我还没有，但我很想学习。零售业可能充满挑战，但也可能充满乐趣。没错，与顾客互动可以引发有趣的对话。是的，我曾经在一家冰淇淋店工作过，那里的故事简直数不胜数。听起来真棒！你最喜欢这份工作的哪一部分？我喜欢创造新的圣代冰淇淋组合，并看到顾客的反应。那一定很有成就感，我能想象到他们脸上的笑容。没错，你希望通过暑期工作培养哪些技能？我想提高我的沟通技巧，并学习库存管理方面的知识。这些都是非常有价值的技能，他们将来一定会对你大有裨益。希望如此。你呢？你有什么暑期工作计划吗？我正在考虑找一份与我专业相关的实习。太棒了！实习可以提供绝佳的人脉拓展机会。是的，我相信这是我职业生涯中至关重要的一步。我们俩都即将迎来一个精彩的夏天。没错，让我们尽情享受夏日时光吧。第16课，庆祝传统。庆祝活动期间，我们会玩一些传统的派对游戏，对吧？没错，它为节日增添了许多乐趣。在这些聚会上，你最喜欢玩什么游戏？我喜欢玩抢椅子游戏，看着别人玩总是很有趣。抢椅子游戏竞争起来可激烈了，我还记得上次玩的情景。你赢了吗？我做到了，不过好险，差点摔倒。听起来太搞笑了，我愿意花钱去看。我当时的表情简直太精彩了。你还喜欢哪些其他活动？我也喜欢讲故事，分享我们文化中的故事能丰富我的人生。当然，它使我们的传统得以传承，并将我们与我们的根源联系起来。你有没有特别喜欢的故事想和大家分享？是的，有一个关于一只聪明的兔子制胜狮子的故事。听起来很有意思，我喜欢有聪明动物的故事。它们常常能给我们带来宝贵的教训，不是吗？没错，幽默与智慧相结合，才能成就令人难忘的故事。那么吃的呢？庆祝活动中你最喜欢吃哪道菜？我非常喜欢传统的米布丁，它美味又暖心。米布丁是经典甜点，我喜欢里面添加的香料。是的，他们创造出了如此美味的口味。那么，我们下次要不要一起做这些菜呢？听起来真是个好主意，一起做饭总是很有趣。我们甚至可以邀请朋友一起参加烹饪派对。